有缘的朋友，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谈论慧根，仿佛它是一种特别的天赋，只有那些与生俱来拥有它的人才能走上修行之路。然而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修行真的只属于那些有天生慧根的人吗？事实上，修行远远超出了4秒钟的静修和冥想，它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处细节中。正如有句老话所说，生活处处是道场。我们经历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，无论是顺心如意还是困苦磨难，都是修行的契机。欢迎来到修心之源频道，在修心成长的路上，我们共同修行，不断探索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先点个订阅，自此修行不迷路。希望您种下智慧修行的种子，福德无量。想想你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挑战，你是否因为小事而愤怒？是否在成功时洋洋得意，或者在失败时痛苦不堪？这些情绪和反应，其实正是修行的开始。修行不需要惊天动地，也不必去远离尘世，寻求隐逸的生活。真正的修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子里，在车水马龙的红尘世界中磨练自己的心性，修正自己的行为和思想。所谓慧根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一种能看透生活表象，理解生命真谛的敏锐和领悟力。而这种敏锐并不是某些人独享的特权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善的种子，这颗种子就是慧根的起点。只要我们心怀善念，并愿意在生活中不断学习和反思，这颗种子便会慢慢发芽，成为我们的力量源泉。修行的目标是什么？并不是为了逃避生活的困境，而是为了在经历一切后，依旧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善意。想想那些历经千帆，饱尝世事，却依然能够笑对生活的人，他们不争不辩，不浮躁，不急于证明自己，因为他们知道，真正的智慧是在经历过后，依然能保有那份宁静与坚定。当一个人懂得因果，明白得失，他自然会在复杂的生活中选择远离无谓的纷争，成为站在远处看风景的人，宁静却充满力量。你可能会问，这样的修行听起来很孤独，不是吗？确实，修行者常常被人误解为不合群，但是当你真正开始在内心寻找答案时，你会发现，那份孤独并不令人害怕，反而是一种不被世俗打扰的自由。内心越宁静，越能听见自己真实的声音。谈到慧根，我们必须先区分一个概念，智商。简单来说，智商是一个人的逻辑思维和运算能力，就像一台高效运转的电脑，能够快速处理复杂的信息，解答问题。而慧根则完全不同，它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感知力，是对生命和世界的理解力，是心灵的敏锐度。很多人可能拥有很高的智商，能轻而易举地解决难题，但却未必具备慧根。你或许见过这样的人，他们在生活中并不显得特别聪明，甚至学识不多，但他们却能洞察人心，理解事物的本质。与他们相处时，你会感到一种温暖和踏实，因为他们能够以同理心去对待身边的人与事。这正是慧根在生活中的体现，一种远远超出书本知识和聪明才智的智慧。这种区别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。高智商的人，思维可能如刀般锋利，但过于计较，精于算计，反而容易在纷杂的生活中感到疲惫不堪。慧根深厚的人，虽然在逻辑思维上不一定出众，却有一种天然的善意和宽容，能够看穿表象而直达事物的核心，因而更容易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幸福。一个真正有慧根的人，在生活中总是能主动靠近美好的事物，愿意在善良与真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你或许会注意到，他们不急于与人争长短，不在乎一时的输赢。他们不是不聪明，而是懂得放下，放下执念，放下无谓的较量。正如有人曾说，真正的智慧不在于你知道多少，
而在于你是否能在看似复杂的事情中找到最简单的答案。所以，当我们追求生活的意义时，不应一味地向外索取更多的知识和成就，而是向内寻找那颗内在的慧根。因为聪明的人不一定活得幸福，但有慧根的人却一定活得通透。这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智商可以让我们走得快，但慧根才能让我们走得远，走得稳。修行究竟是什么？有人以为修行就是长时间的打坐冥想或去庙宇进行仪式，其实不然。修行真正的核心是一种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的过程，它关乎于改正错误的行为、思想和言语，是在生活的点滴中学会觉察自己的心念和反应，无论是一个微小的念头，还是日常行为的细微变化。修行的每一步都是在不断校正我们的心灵航向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，被愤怒所控制，在欲望中迷失，或者在自我怀疑和焦虑中徘徊不前。这些情绪和反应正是修行的考验。修行不是去排斥或逃避这些情绪，而是要学会看清它们，从而修正我们对待它们的方式。修行人懂得，当一切情绪泛起时，要向内看，问自己：我为什么会生气？我为什么会恐惧？这正是修行的觉察之道。有一段很有启发性的话是这样说的：修行不是求得什么，而是舍得什么。真正的修行在于我们能够逐渐舍弃那些让我们心不安宁的执念、过分的控制欲、无止境的比较心、深藏的自卑与嫉妒等等。只有当我们学会放下这些沈重的心锁，内心才会变得轻盈。而修行的觉察不是一次性的顿悟，而是日复一日的自我关照。在嘈杂的日子里，修行人学会安静下来，去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去觉察那些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却在影响着自己的潜在心态。比如，在一件小事中体会到自满，在一次失败中感受到挫败感，都可能成为修行的契机。修行并不需要离开这个世界去过隐逸的生活，真正的修行是在这个人来人往的尘世中，在每一次心动和反应中反观自己，修正自己。修行的目的不仅是让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，还在于培养内在的力量，帮助我们面对生活中的波折与变动而不迷失方向。它让我们明白，所谓的智慧并不是在外界中寻找的答案，而是透过内心的觉察、修正和不断的磨练而逐渐显现的。慧根是天生的吗？很多人或许认为慧根是命中注定的，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具备。但在生活中，我们却可以观察到人们对待事情的不同反应，从而发现慧根深浅的象征。一个人拥有慧根并不意味着拥有天赋异禀的才能，而是表现在他如何在生活中应对挑战和变化。有人用马来比喻人们慧根的深浅，这个比喻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世上有4种马，象征着4类不同的人。第一种马是最灵敏的良马，他们不需要主人真正挥动鞭子，仅靠边影便能迅速察觉，随即行动。这类人拥有最深厚的慧根，他们能在事情发生之前，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未雨绸缪。这样的人总能在生活中看透问题的本质，迅速找到应对的方法，避免走弯路。我们常见的那些善于提前做好准备、做事游刃有余的人，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。第二种马需要鞭子真正接触到毛发时才有所反应，他们虽然没有第一种马那样的灵敏，却能在轻微的触动后迅速行动。这类人慧根虽不及第一类深厚，但在困难来临时仍能及时应对，不至于手足无措。你或许见过这样的人，平时他们看起来不太显眼，但当挑战来临时，他们会迅速调整状态，找出应对策略。第三种马是那种被真正鞭打到皮肤，甚至感到疼痛后才会行动的马。这样的马象征那些后知后觉的人，他们往往在问题已经显现并造成损失后，
才开始行动并尝试补救。慧根较为浅薄的他们常缺乏前瞻性，但幸运的是，他们虽然反应迟钝，却也懂得在受教训后努力改进。第4种马则是愚钝而顽固的烈马，哪怕鞭子再怎么用力抽打，也不愿动弹。这类人象征着那些几乎没有慧根的人，固执己见，不听劝告，总是等到事态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才后悔，但为时已晚。他们可能会在问题面前保持无所谓的态度，直到真正的损失降临，才会意识到自己的疏忽。慧根深厚的人不仅仅表现在危机时的反应，还体现在他们对待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方式。他们拥有敏锐的直觉和预见力，常能在他人还未觉察时领悟到事情的本质。而慧根较浅的人，可能需要在生活的磨砺中不断积累，才能渐渐培养出这种内在的智慧。那么，如何能让自己在这4类人中不断提升？答案就在于自我觉察和自我修正。生活就是一场修行，只要我们愿意倾听内心的声音，保持谦卑，不断从经验中学习和成长，慧根便会在不知不觉中生长加深。这就是修行的力量，它帮助我们在纷扰的世界中不断向前走，越来越接近内心的宁静与智慧。在生活中，有慧根之人总是显得与众不同，他们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和与温暖。也许你见过这样的人，他们不急于争强好胜，也不费力去证明自己，他们安静却富有力量，像一座内心丰盈的山，任凭风雨再大也岿然不动。有慧根之人通常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。第一，他们拥有独特的洞察力和同理心，无论是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，还是在寻常小事上，他们都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，感受到别人未必感受到的情绪。他们能用心去倾听，理解别人的痛苦和快乐。在和这样的人相处时，你会感觉到一种被真正接纳的温暖。第二，有慧根的人喜欢独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孤僻或不合群。他们喜欢把时间花在思考、学习和自我反省上。他们的独处不是逃避社交，而是一种内心的充实。这样的独处让他们更能清晰地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，不被外界的喧嚣干扰。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，正是他们保持内在宁静的重要原因。第三，精神的富足高于一切。对于有慧根的人而言，物质财富并不是追求的目标。他们在生活中常常秉持知足常乐的态度，不执着于物质的得失，而更加在乎内心的丰富和成长。对他们来说，幸福不是拥有的更多，而是需要的更少，是从简单中感受到满足与喜悦。即便在物质上有所缺乏，他们依然能笑对人生，保持一颗感恩的心。第四，他们心怀善念，愿意接近一切美好的事物，无论是对人对事，他们总是选择从善意出发。他们不会随意伤害他人，也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牺牲他人的幸福。他们对人情世故的看透，并没有使他们变得冷漠，反而让他们懂得慈悲，懂得在合适的时机给人以鼓励和温暖。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善意，让他们在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善缘。这些特征使得有慧根之人看似不合群，但这种不合群不是孤独无助的，而是内心自足后的宁静。他们选择保持独立思考，不盲从，不随波逐流。尽管他们不热衷于表现自己，但他们身上的光芒却总能吸引人靠近。这样的特质让人不自觉地想要与他们交往，从他们身上获得一种被理解和信任的感觉。在经历人生的各种挑战后，有慧根的人依然能够保持善良和纯真。他们看似柔软，但实际上比任何人都坚强，因为他们知道内心的善良是人生最好的铠甲。而正是这份内心的力量，使得他们在人生的风雨中不仅能自我坚守，还能给他人带去温暖和支持。所以，当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人，请好好珍惜，
他们的智慧和真诚会让你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温度，而如果你愿意，你也可以培养自己的慧根，追求精神的富有，成为那个给别人带来宁静和力量的人。修行最终是内外兼修的艺术，真正有慧根的人，在外表上常常给人一种淡泊宁静的感觉，而这种表象之下，往往蕴藏着强大的内在力量。他们不争不辩，不是因为懦弱或怕事，而是因为早已看透了争执背后的空无。正如有人所说，真正的强者，不是依靠喧闹来彰显自己，而是能在寂静中稳如泰山。有慧根的人，懂得与自己的心灵相处，不被外界的繁杂干扰。他们在人群中或许不是最活跃的那一个，但他们在每一个选择、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行动中，都保持着一份分寸感和自省力。当众人喧闹时，他们沈默；当人们争执时，他们微笑，因为他们清楚，世间的真理不需要争论来证明。真正的智慧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。这样的修行人身上总会散发出一种吸引人的气质。他们懂得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的道理。在看似平静的外表之下，内心在不断的观察、分析和思考。而当行动起来时，他们又能迅速抓住机会，果断行动。他们在面对困境时，不会急于追求一时的结果，而是选择等待和观察，直到最合适的时机才采取行动。这种稳重和淡然的态度，常让人不自觉地感到安心和信任。修行人常说，心静则智慧生，心乱则百事废。这种心灵的宁静，不仅是修行的目标，更是应对生活中挑战的重要力量。有慧根的人知道，越是在复杂和艰难的局势中，越需要保持一颗平静的心。只有内心安定，才能看清事情的真相，做出真正智慧的决定。在现代社会中，这种内在的力量尤其重要。我们被信息包围，生活节奏飞快，外界的声音无时无刻不在干扰我们的判断。而修行带来的内在力量，就是在这喧嚣中找到一片宁静，守住内心那份独特的声音。它帮助我们保持冷静，不急功近利，不受诱惑，不被他人的意见轻易左右。无论外界如何变幻莫测，内心都有一座不倒的堡垒，帮助我们应对生活中的风雨。这种力量并非天生，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修行和磨练得来的。每一次面对情绪时的自我反省，每一次遇到困难时的冷静应对，都是积累内在力量的机会。正是这些点滴，让修行人拥有了超越常人的智慧和力量。所以，当你遇到一个表面安静、行动果断、内心宁静的人，便是在见证真正的修行之道。他们用沈默代替争辩，用行动胜过空谈，用内在的力量面对外界的挑战。这样的人真正的诠释了什么叫内心强大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我们都可以尝试修炼出自己的这份内在力量，无论是通过反思、学习，还是观察生活中的细节，每一步都在向这份宁静与力量靠近。慧根并非完全与生俱来，它也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与修行逐步培养的。那么，我们如何才能让自己在红尘滚滚中生出慧根，增加智慧呢？答案是修心。修心不是一个艰深难懂的概念，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实践的日常心态和行动。第一，要有一颗善念，善念是慧根的种子，只有心怀善意，我们的内心才能生出慈悲和智慧。简单来说，善念就是一种愿意为他人着想的心态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妨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，在别人需要时给予帮助，面对纷争时选择包容和退让。每一次我们选择善良和宽容，内心都会变得更加柔软和丰盈。这便是培养慧根的第一步。第二，保持一颗谦卑之心。修行需要反思和自省，而谦卑正是自省的基础。只有在我们不自视过高、不固执己见的时候，才能接纳新的思想，观察到自身的不足，
很多人之所以难以提升自己的智慧，是因为被我执困住了，过度执着于自己的想法，拒绝接受他人的建议或不同的看法，就如同关闭了通向智慧的大门。放下我执，才能看到更广阔的天地。第三，学会静心，静能生慧，这是培养慧根的关键。现代社会充满了喧嚣和诱惑，我们很容易被外界的信息冲击得心浮气躁，难以专注和思考。然而，当我们静下心来，去感受内心深处的声音，真正的智慧便会从宁静中显现。每天花一点时间冥想、读书或反思一天的行为和心态，都是让心灵慢下来、积累内在力量的好方法。第四，日行一善，持续积累。很多人都知道行善的重要性，但常常因为琐事而忽略了这一点。修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而是需要长时间的坚持。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小善，也会慢慢积累成一种强大的能量，滋养我们的慧根。有人说，只要我们每天做一件好事，不管多小，善的力量就会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，久而久之，我们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平和和智慧。第五，要有一颗开放和好奇的心。智慧不是单靠学识和经验，而是通过观察和体验生活来获得的。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，积极探索不同的领域，尝试新事物，可以帮助我们看问题更加全面和深刻。当我们愿意不断学习新的知识，拥抱新的体验，就会发现自己的心境也在不断的拓宽，慧根也会随之加深。修行路上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，不要在短时间内看不到效果就轻易放弃。修行就像种树，种子埋下去，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和精心的照顾，才能长成参天大树。我们要学会耐心等待，在点滴中积累内心的智慧与力量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都可以通过善念、谦卑、静心和日行一善来培养自己的慧根。不要小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，它们是通往内心宁静与智慧的桥梁。坚持下去，我们的慧根便会在潜移默化中成长，生活也会变得更加通透和充满力量。修行不仅仅是一条个人心灵的成长之路，更是一种与自己和世界和谐共处的方式。它让我们明白，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，每一个遇见的人，都有其意义，而每一次的挑战和困难，都是让我们成长的机会。当我们开始修行时，我们并不是在追求超凡脱俗，而是在追求一种内心的安定和平衡，是让自己更好地面对生活的能力。一个真正有慧根的人，懂得在得失面前淡然处之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依然保持清明的头脑和温暖的心。他们不是不在乎外界的变化，而是早已学会在心中寻找支撑自己的那片净土。修行帮助他们看透生活的表象，深入到问题的本质，从而在应对生活的风浪时不轻易被打倒。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一些让自己感到迷茫的时刻，可能是人生的重大选择，也可能是面对一段困苦的时期。此时，如果我们有慧根和修行的基础，就能从容面对，寻找生命中真正的方向。而修行最重要的收获，是帮助我们超越表象的追求，去找到心灵深处的平和与快乐。这份平和不是一种消极的避世态度，而是一种不因得失而忧喜，不被外界左右的内心状态。它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，能够拥有真正的勇气和力量，不轻易放弃，不妄自菲薄。它让我们在收获成功时，不被骄傲和自满吞噬，始终保持谦虚和清醒。正如一句古话所说，内心强大的人不怕风雨，亦不惧孤独。修行正是为我们提供这种力量的途径。修行的意义还在于让我们明白因果的真理。我们不再轻易抱怨命运的不公，而是懂得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的道理。我们理解生活中的一切都有它的原因和后果，学会接受和面对现实。修行让我们不再被情绪控制，
而是能够在情绪泛起时，有意识地选择回应的方式，保持内心的从容。当我们拥有了这种平和与智慧，我们不仅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到更加满足和幸福，还能在无意中影响到身边的人。一个真正修行有成的人，不是靠言语，而是靠行为去影响和鼓舞他人。他们在平淡的生活中展现出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力量和宁静。修行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找到那把钥匙，那把开启内心宁静和真正智慧的钥匙。它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心灵净土。修行者并不需要时时刻刻证明自己的智慧或优越，他们深知智慧和内心的力量并不是外显的，而是在生活的点滴中自然流露的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慧根，并在生活中用心去培养它。愿我们在修行的路上不断收获内心的平静和力量，最终在这个世界上，不论风雨如何，我们都能活得清醒而从容。有缘的朋友，感恩你能看到这里。若今日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，请随手点个赞，以此回应，留下一句禅心慧根，共鸣心灵。愿众生早日觉悟，平安喜乐，圆满自在。尚未订阅的朋友，欢迎点击右侧订阅，与我们结下更深的法缘。愿你随手转发，弘扬智慧，传播善行，功德无量，福慧双增。